大家好，这个木友啊，就咨询这矿具的一些使用啊和制作方面的一些就是要点吧。我就是讲事论事，就拿这把小截断锯啊，也就咬件锯，给说一下啊。这个锯啊，就是矿具哈。也就是拐子锯，在制作选材选料的时候啊，我们主要说的这个选材主要是指哪呢？指这个边上啊，这个锯把也叫拐子啊，就是它选料是什么呢？有一定强度，韧性要好。说韧性好，实际上就是说它这个纤维啊，这个导管啊，比较明显的。这样它韧性比较好啊，就行。这个锯梁啊，这个支撑啊，一定要选择什么呢？就是说，软一点的木材，因为这个锯啊，在使用当中啊，就是说叫轻锯，这个锯越轻，越适合这个木工啊。就是长时间重体力的劳动，因为这个木工以前干活的时候啊，手工啊，可能一天下来哈，要耗费很大的这个体力，所以说这个锯一定要轻，尤其像我，你看，比如说我啊，这种因为我本身就是小骨架，胳膊比较细，手小。那么就是说，在拿起它来的时候，如果这个长度和这个就是说，它力锯啊，长度越长，咱知道要秤的时候，秤杆越长，它也打的重量越高嘛。所以说选这个的时候，一定要这个，只要保证它的韧性强度就行了，不要过于追求什么的硬木，就是非常什么沉水呀，那样不好啊。这是一个，另一个就是说刚才说出来锯梁，要选择就是轻一些，适中的木材。为什么说要适中？这个讲起来呀，有说法。你看哈，因为我们做这个锯梁啊，当初的时候啊，这两个锯拐要这么插出去一点，稍微啊，我这比定就大一点，这样，就是说它要大于这个边儿，要稍微的，也就是这面呢，这支点这个位置啊，当初它不是一齐的啊，是它这接上以后是这面看这面接触的多，也就靠锯条这面它接触的多，这面几乎就没接触。为什么要这样？因为这个要使用的时间长，拧一拧，这个上了劲儿以后，它要往这么来，逐渐的啊，使用时间长，它就挤过来了。刚才说了要轻锯，那你说咱们就这个锯说起来哈，你像这个锯现在就有点什么问题呢哈？就这面太宽了，太重了，不要小看就是重了这些。如果你拉几个毛断几个尖，可能影响不大。或者说我胳膊非常粗，手有力，你比如说像我或者一些，如果要是女孩子用这个锯的话，她拿都拿不起来。你别看这小锯啊，她拿都拿不起来，更何况她说我要操纵它，要我给它拉直了拉精准了。所以说你像这个。咱们都知道，你要是学过建筑或者说设计，都知道，就是悬臂梁或牛腿梁。你像现在这个也是一样，你看这个地方哈，薄弱部分啊这么长，在这个位置呢，实际上薄弱部分就是从这个悬臂梁吧，咱这么说起来，应该越来越细到这个，也就是说这个粗度不要粗于它。按这里来说，现在这个就是留这个的2/3就够了，这是这个。再一个就是说，我们用这个截断锯啊，主要就是说这个小断间锯哈，这个锯条啊，一般就是450毫米长就够用了，不要太大，太大就不是断间锯了啊。因为这个啊，你看啊，我们拉锯时候
就是它功夫再好也拉不到这个锯钮这个位置或者这框这位置，都要留一段，并且是断间锯这块，不要求我们要拉满锯，不一定要求了，除了它是截断的时候，拉满锯那个效率高，断间的时候就是我们就是一般都是运行的不要太长了就行，因为它尖的这个要求比较准，你越运行的长，它晃动越多，越不精准这是一点还有我们在制作当中就是说要这两个框架就是这个钮就是锯拐子它要平行这样，如果它不平行的话，你上去以后，这个锯条就扭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说打这个孔的时候，一定要力求什么呢？力求这个准确了，因为它如果要是就是说不管往哪个方向吧，它一偏的情况下，拽这个锯它倒是能把这一段拽平了，但是这个位置它就有角度，就不是太对整个锯的使用来说就不太好用好，大体上就这么几点，再重复一下这么几点，就是说轻锯这是最关键了，就是轻，选料要选的就是说保证一定的强度韧性以后一定要轻这个越是远离这个锯条这部分这个强度够用就行，不要像这个强度这个取这么大了以后它重量增加，它不利于长时间操作基本上就这样，记住就是轻锯就便于操作这么几个。再一个就是说加一个说这个锯梁长度你看现在用时间长了以后现在是这边的距离俩距离已经比这面距离小了，所以说这个在制作这个锯梁的时候，一定要岔出去的岔出去一点这个。好，这个本期这个咨询就回复到这里，好，谢谢大家的观看。